过去10年，我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进入了创新型国家行列。党的20大报告就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出全面部署，凸显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决心。而我国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频频传来好消息，首架国产大型客机 C919将于12月交付东航。据东方航空公司发布的消息，10月24日上午，中国东航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李仰民表示，首架 C919飞机将于今年12月交付东航，这也是国产大飞机的商业化首个交付。业内人士预计 ，C919已进入商业运营的倒计时，我们距离坐上国产大飞机也指日可待。作为 C919的首家客户，2021年3月，中国东方航空与中国商飞正式签署了 C919大型客机购机合同，首批引进5架，东航也成为全球首家运营 C919大型客机的航空公司。根据东航的初步安排，该5架飞机引进后，将以上海为主要基地，加密上海至北京大兴、广州、深圳、成都、厦门、武汉、青岛等航线。它标志着中国在大飞机的研发生产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它已经挤进了世界大飞机一流水平的行列，打破欧美大飞机对整个市场的这种垄断，为今后中国自己的需求掌握在自己手里提供了一定的基础。C919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07年立项，2017年首飞。首飞成功之后 ，C919先后投入6架试飞机和2架地面试验机，在5年时间里完成了729个科目的试飞，成功完成试飞取证任务。今年9月 ，C919在完成全部适航审定工作后，获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标志着我国具备自主研制世界一流大型客机能力，是我国大飞机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接下来，距离 C919正式投入运营，还需取得生产许可证及单机适航证，完成后，国产大飞机将获得商业运营的资格。中国商飞公司此前介绍 ，C919这样的单通道载体机在我国民航机队的占比约为80%，是民航市场的主力机型。C919飞机飞行平稳安静，舱内宽敞明亮，座椅为3+3布局，座级158到168座，航程4075到5555公里，与目前国际航空市场上最为常见的空客320、波音737机型为同级别。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日前报道称 ，C919大型客机取得型号合格证，标志着中国企业向打破波音和空客的2强垄断地位迈出了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 C919的批量生产，应该说 C919在世界大飞机市场所占的份额会逐渐的提升。如果逐渐提升以后，那么现在我们从2的格局向3的格局发展，这应该说是一个趋势。党的18大以来，科技创新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之一。创新驱动这个崭新的词汇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战略。党的20大报告中提到，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而提到大飞机制造，就必须提到 C919大型客机。C919大型客机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的重大成果。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都非常关心国产大飞机事业的发展。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期间，专程来到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视察。他进入航电实验室和综合试验大厅，查看飞机航电系统，观看总装制造车间实时视频图像和多款飞机模型，同研发中心的科技人员亲切交流，登上 C919大型客机铁鸟综合试验台，了解飞机多系统验证能力，还登上 C919大型客机展示样机，了解机舱布局。习近平当时指出，
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取得重大成果，也写入了20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密切关注着我国的航天事业发展，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和前进方向。据报道，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将迎来历史高光时刻。10月25日，梦天实验舱与长征5号 B 遥4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当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并与在轨运行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组合体交会对接后，中国空间站将建成，完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步走发展战略的最后一步。